教語文的每天背的是岳陽楼記，改不完的是学生的作業，既不涉及什麼國家機密啊，也不搞什麼敏感項目，憑什麼收我們的護照？領導們是不是把教師和涉密人員劃等號？上星期我媽給我打電話說，有一親戚都快不行了，想訂張機票飛過去看看，可一摸口袋，護照不在我手裡。我媽說算了，知道你工作忙，可她不知道，不是我忙，是我連去的資格都沒有。護照被收了，申請出國要层层審批，等批下來，人在不在都不一定了。再說，護照是我們的自由，放假出去玩玩怎麼了？又不花你的錢，搶！近期，中國多地陸續傳出居民被要求将護照交官方暫時保管，以及個人出境需要事先報備的情況。那麼，儘管中共官方未發布任何正式的文件或法律依據呢，但是多名当地的居民證實，基層部門已在實際推行這些措施，特別是在甘肅、貴州等省份。不過呢，有律師認為這种行為已經明顯觸及了法律的邊界。沒有辦護照的老鐵後悔了嗎？國內多個地區宣布停止辦理，這些呢包括遼寧鐵嶺、吉林梅河口、黑龍江方正、石家莊藪城、江蘇連雲港，還有貴州等地，這些區域停止了護照辦理。原因很簡單，很多人辦理護照和簽證選擇出國滯留，國家對於這些地方標記為敏感地區。現在辦個人護照必須提供旅行社或勞務公司的相關材料才能辦，要不然是不給你辦的。根據報道，中共全面推行行政体系科级以上人员護照收繳制度，涵蓋了公務員、教師、國企員工等群體，出境需層層報批。北京、上海、廣州、廣西、陝西等多地的公務員、企事業單位與央企部門的主管，普遍已被要求將護照、港澳通行證等交單位統一保管。即使是基層的科級公務員，也不得私自保管出入境證件。有大陸民众告訴海外媒體，只要預訂國際航班機票，就可能接到警方或社區工作人員的電話，詢問出境的目的地、出國事由、是否長期在海外、是否涉及工作、探親或其他活動等。禁离職7個月，終於拿回了我的護照和通行證啦。然後就有小夥伴說，收了你的護照，你去掛失補辦不就行啦？補辦只要200塊錢。給你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吧。你的微信號被封，是你換一部手機登錄就能解決的問題嗎？你有 iPhone 50你也登錄不了啊。還有小夥伴說，那可能是涉密企業。首先我解釋一下，我不涉密，我也沒有大宗的4G保鮮技術，但是公司規定了，中层以上都必須做出入境備案。又有小夥伴問，那憑啥扣你的護照啊？扣護照違法。我解釋一下，這個不叫扣留護照，這個叫統一保管。有網友留言，把扣留護照說成是統一保管，不愧是文字藝術。有網友說呢，如果您想因私出境要回你的護照，必須先寫一份申請，把航班號、出發時間、目的地以及出入境后的每日行程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可就算是申請遞上去了，也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批，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批。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敢提前買機票、訂酒店嗎？說白了呢，就是不想讓你出国。在法律界人士來看，這類似統一保管護照為名的措施，本質上是對公民自由流動的管控，已經超出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範圍。武漢律師張先生指出，如果不是針對具體案件的當事人，而是对普通居民普遍性要求上繳護照，就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適用條件和程序，否則呢，合法性問題非常突出。無論是用人單位或街道辦事處，都無權對因私出國護照實行集中保管或變相審批。銀行為什麼收護照、查出境記錄？近日，某大行基層員工爆料說，他們行最近突然調查員工近10年的出國記錄，因以前去日韓玩過幾次，當時根本不知道還要報備這回事，現在追查弄得頭都大了。銀行基層早已在常態化的收護照和查出境記錄雙重管控下，徹底變成了一個透明人。為什麼收護照、查記錄？收護照本質是銀行風控的物理隔離，為防止員工攜款潛逃或涉及洗錢，很多銀行要求員工護照、港澳通行證一律上交，鎖進保險櫃，美其名曰防風險於未然。博主說，銀行員工如果想用護照，得先填一份審批表，把去哪兒、哪天去、哪天回、去幹什麼都寫得清清楚楚的。
那麼接下來呢，就是漫長的簽字闖關，部门領導簽字，紀檢辦公室簽字，最後還得是行長親自簽字，3道關卡缺一不可，否則呢，別想把自己的護照拿回來。有個哥們兒去年看到日本的特價機票，一時心動想去玩一趟，結果呢，等他把這一套流程跑完呢，簽證倒是批下來了，機票價格卻是早就飛漲，只能是含淚作罷。這種管控嚴的讓人透不過氣。普通員工周末去趟香港都要被要求上交詳細的每日行程，生怕你偷偷去幹點什麼不該幹的。那麼更讓人感到無語的是，還要回答諸如是否出入敏感場所、是否參與不當活動之類問題。可什麼叫做敏感場所呢？在拉斯維加斯酒店大堂拍張照片算不算？在首爾路過賭場門口瞄一眼，這也算出入敏感場所嗎？標準很模糊，這不純粹就是纯制造焦慮嗎？偏袒了啊！限制高消費真的不給办護照了，好多人負債呀，就想出國掙點錢翻身呢。那現在呢，連護照都不給辦了。其實這個政策從今年5月份就開始實施了。那有人說我已經被判決了，我判決書上也寫了不讓出境，但是我辦護照了呀，甚至已經有很多人都已經出去了。那是以前法院没跟出入境联网，那現在呢，陸陸續續聯網已經有很多粉絲說了，現在辦不出來護照了。那如果說你有出國的打算，趕緊去看看你那裡聯網了沒，現在還能不能辦？博主說，有些人虽然是已經被限制高消費，但人已經在國外了。如果你的護照快到期了，他建議你趕快在國外換一本新的，不然呢，等您回國再想辦法換新護照，8成是辦不下來的。兄弟们，你們是不是在國外幹一點不好的事情，然後護照到期了，但是帽子叔叔呢不給你辦護照了，跟你說你在國外有不良記錄，要限制你出入境，不給你辦理護照。我跟你說，是典型的有權任性。護照法寫得很清楚，只要你符合條件就可以辦理。在沒有任何部門認定你存在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帽子叔叔是沒有權利不給你辦理的。如果他不給你辦理，這就屬於一個典型的行政不作為，可以直接確認帽子叔叔行政不作為、行政違法。你明白了嗎？為什麼會被勸返？最近有很多朋友問我，沒有出過國也沒違法，怎麼就被邊檢問話查手機呢？最後還是被勸返了。其實邊檢重點關注這幾類情況，第一種就是單獨出行，只有去程的機票，返程的機票沒有，而且沒有酒店的信息單，這種情況就會被重點詢問，甚至勸返的可能性極高。第二種就是規劃行程非常不清晰的，就算你的機票、酒店都訂好了，但如果你自己說不清楚去幹嘛，行程怎麼安排，解釋不清楚目的，也有可能被勸返。寶子們，出國被邊檢勸返是咋回事？其實就這幾種情況。第一種，白本護照頭一回出國旅遊就往發達國家或涉詐高危國家跑，邊檢叔叔會覺得你出行目的不單純。第二種，大數據勸返，要是你老在社交軟件上發些不合適的言論，或者有走線誤攻的情況，被大數據標成重點關注人員，基本就被監控了，護照刷自助機都能卡中間開不了，然後就得接受盤查。第三種，自身有問題，像被法院限高、澳門涉賭、東南亞涉詐，這些都屬於被內控的，一般直接就勸返了。這位博主說，有5類人根本就辦不下來護照，壓根兒拿不到。第一呢，是身上有案子的，那不管是正在被調查呀，還是判了的、正在服刑的都不行。第二種呢，是有簽名還沒還清的，那法院明確告訴你案子沒結，不能離境的。第三種呢，就是做過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那這個不用多說了吧，是吧？比如間諜行為，直接拉黑。第四種呢，就是有黑歷史的，以前呢在海外非法打工、滯留被遣返的，或者是因為偷渡坐過牢的，有規定年限內那都別想了。第五種呢，就是其他法律特殊規定的，比如說護照無效、邊檢不放行，或者是你是某種特殊單位的公務員呀、軍人呀，受到出境限制的。現在很多單位開始收護照了，而且護照辦理也開始設置門檻了，一定要把英語口語學好。不用過雅思也沒有事，但至少可以跟老外做最基礎的交流，能聽懂會說。因為你旅遊的時候至少你要問路吧。我簡單說一下出國記錄啊，現在很多國家免簽新加坡，你上大學的時候呢一定要去刷一波了。等你工作的時候呢就開始辦理日簽、韓簽、英簽、澳簽、申根簽，1年至少出國旅遊1次。等你30歲了去辦理1次美簽，基本上都是秒下。一定不要覺得出國旅遊是消費，未來你會知道那是投資，對未來的投資。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以合法的身份去到美國的。
手裡還沒有護照的，抓緊時间把護照辦好了。现在呢，有好多地方都是需要邀請函才能给你办的。虽然说护照是公民的权利，但好多省份呢，现在办护照没有那么简单了，而且可以说越来越难。所以不要再抱怨签证难办了，好多人呢连个本本都拿不到，或者说被单位收走了。但是我就一直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护照其實是和身份證一樣，證明個人身份的。護照是公安部、公安局、公安機關發的，為什麼要把護照給收走統一保管呢？咱有點理解不了。你防止這些是不是富人外逃、高官外逃？咱是個普通老師，咱能逃到哪兒去呢？咱還有工作呢，還要養家糊口呢。博主說，老師們即使有機會出國，也不過是走走看看就回來了。要是多待2天，摸摸口袋就知道撐不住了。畢竟他們的收入有限。早些年還能去香港、澳門旅遊的時候呢，也有同事參加過旅行團。別的團呢，一到香港就是瘋狂的購物，到處買。而老師們的旅行團到了香港，只是看看風景，捨不得花錢。有一次導遊說，上午給大家自由活動，想買什麼隨便。結果老師們整整一上午都待在賓館打牌，連門都沒出。久而久之的，旅行社都不太願意接待老師的團隊了。博主質疑，為什麼要把老師的護照集中管理呢？難道老師有經濟實力在國外瀟灑度日嗎？根本沒有這樣的條件。老師又能帶些什麼秘密出國嗎？難道是怕他們把教學方法帶出去？他感嘆道，真的是想不通。總之呢，我們的護照不在自己手裡，你想要也是要不回來。因公出國要層層審批，因私出國更是完全不允許。有件事困擾我很久了，為什麼有些地區要收繳老師的護照，限制老師寒暑假因私出國境旅行呢？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老師多出去看一看這個世界，拓展一下視野，提升素養，豐富自己的教育觀和世界觀，怎麼就這麼難呢？一方面是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每年分批組織老師們用公款、用工作時間出國進修學習，推進教育國際化；另一方面，老師利用自己的寒暑假，用自己的經費去看世界、見天地、見眾生、見自己，提升自己的教育素養，以更宏觀的視野、更積極的狀態投入教育，卻有各種各樣的限制。有人說，那是因為老師屬於國家公職人員，有相關的出國境管控規定。博主表示，可是國家相關規定明明是只針對處級以上領導和一些重要崗位的公職人員，並沒有把老師納入其中，而是各地層層加碼的結果。那麼更為重要的是，對國家的公職人員的管控，目的是為了國家安全。那麼老師出國又有什麼安全隱患呢？當然還不僅僅是老師，公務員、醫生、國企事業單位員工，大多數都面臨着類似的情況。護照不給辦有什麼辦法嗎？現在啊，出國卡得比較嚴。關於護照問題呢，如果是閩區，現在有些地方是不給申請的。你可以把戶口啊遷到其他省份，這是可以辦理的。或者呢，找旅行社，旅行社出具旅行證明，或者你出國務工需要有資質的勞務公司啊出具證明，它也是可以申請護照的。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